船航海呢，每到一个码头，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注册你的保险、你的船的信息、你的各种样的信息，他们移民局会查。然后当然，码头也是作为在各个港口之间非常重要的和海关的一个联系。我现在在办护照、船的介绍、保险单，最重要的一个是注册的资料。在这里算下来，一天的停泊费是65欧。在这里65欧是属于是14米长，然后4.2米宽的这个帆车，相当于折合人民币差不多要接近500块钱了。哇，真的好贵！听一天。船上的生活呢，离不开做饭。那这个操作界面就是我们的厨房，有可以使用水的，还有包括你的灶台，以及烹饪的一些东西，各种各样的餐具。各种锅碗瓢盆，还有一个烤箱。这里是我的沙发区，那平常吃饭、做事儿，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的生活就在这个客厅展开。那里是卫生间，这里是第一个卧室，这里是第二个卧室，第三个卧室。那我沙发区有特别好的风景，你可以帘子打开，外面就是停着的船。平常没事坐在这里看看窗外的风景也挺好的。这里就是船舱的卧室了。卧室呢是双人床，能够睡2个人，所以说船上一共有3个卧室，能睡6个人。这是后舱的2个卧室，相对比前舱的卧室稍微小一点，但是2个人绰绰有余了。我有自己的储物箱在这里，每一个房间都会有一个储物柜，有一些台灯。这是后舱的第2个卧室，也是和右边那个差不多大小的。这是前舱的卧室。这间房稍微会大一点，比起后舱的2间房，也是有独立的储物柜，然后有一个天窗。这样打开的话，风就进来了。这间呢是我们船上的卫生间，系统可以使用。平常的话，这个洗手池你可以直接洗东西，如果需要淋浴的话，直接把它挂上来就行了。每到一个码头休息的时候呢，就能够好好的洗个澡了。然后就到了操作台的部分，这里呢就是我们整个船只的一个船舱的操作台，你可以从这上面去查到你的，比如说我的水含量是多少，你看现在水有多少，然后我的油有多少，有1/2箱的油，然后包括我的船上的电压是多少，一般会分发动机电压或者是生活 BOD 就是生活电压。那这有一系列的开关呢，也是和电有关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我船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设备，开关的话都是在这里面。那这有娱乐系统，你的 MP3、MP4，这个是我的船上的热风机，就是说在寒冷的区域航海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利用这个调节船上的温度。这种东西好像没有太多用，因为我只在瑞典那边航海的时候用过，其他地方一次都没用过。但这个特别贵，花了我差不多5万块钱。现在是船上的操纵系统的部分，这里是掉了轮轴，双轮轴，这边一个轮轴，还有这边也有一个轮轴。然后呢，这里是操作系统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GPS 的定位啊，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，包括比如说这个是船的速度的，这是风的速度的，这是现在的我们停泊的深度的，这是我们的风的和我们船的一个夹角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参数，从这个地图上面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，然后中间在航海的当中有一些注意的一些点，比如说这里有礁石的呀，或者这里是巨型货轮的通过的隧道呀，等等一系列的东西。
所以说航海的时候，特别是在晚上啊，这个导航系统相当于我们的眼睛一样。那现在呢，刚好我停在码头，大家肯定一直都在想，怎么样使用船上的用水呢？还有包括怎么去保证在停泊码头的时候，我们船上有电能做饭呀什么的。那一般的，这里就是一个码头了。比如说我们的船现在是停在这个地方了，那像刚才的这一个蓝色的桩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补给水的一个系统。你看有一根黑色的管，这一根管子一直连接到我们船的水箱，因为我们船上有2个水箱，这后面一个水箱，还有在前面也有一个水箱，好像2个水箱是相通的。所以说我们在码头的时候就会对水箱进行一个补给，这样的话在航行的时候我们就有能使用的水。包括我在外面可能会停泊在什么地方啊，那个时候可能保证我，因为我是2个水箱，一个水箱是200升，前面有个水箱也是200升，总共有400升的水。那400升的水呢，够我一个人的话，大概洗漱呀、每天洗澡呀、做饭呀、生活用水啊，各种各样，能够大概3天到4天左右的样子吧。所以呢，这是水箱的一个系统。电呢，能看到也是有一条黑色的线，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船上的一个插座在这里。这个插座呢，能保障我们船上在码头停泊的时候的一个电力使用，包括可能用一些烹饪的一些东西啊。电饭煲啊，什么还有给各种器械充电。船上本来是有蓄电池系统的，船上是一直有电的。当然，我们以后还会加这个一个太阳能的一个太阳能板，那能保证船在海里的时候呢，一直都是有电能补给的，能满足我们基本的一些生活用电。一个船呢，其实除了我们的行驶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是停泊。那比如说我在茫茫的大海当中，万一我没有这样的码头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那这就说到有一个锚系统了，一般走到最前面来，遥控器。那我如果需要抛锚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像这样，你看，现在没有电，没有通电啊，就有一个 up and 一个 down 呢是把锚放下去 ，up 是把锚取下来，我能够非常快的一个人操作抛锚取锚。这些东西真的特别好，这减少了很多的工作。我记得我以前的船都是靠手扔的，那个太累了，特别是在你在取锚的时候，特别麻烦。这就是抛锚的系统，这是一个绞盘，绞盘呢会把整个锚的铁链一直下海，或者是把锚升起来。对，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的船在大海当中没有码头的情况下，它也能停在某些地方，让你在那里过夜呀，怎么样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帆船在航行的时候，在没有使用马达的时候呢，你有帆的系统，这就是我的帆，这个帆叫主帆。主帆呢，一般是在航行比较稳定的时候，风比较稳定的时候去使用这个主帆。它也分一个前帆，前帆在这个地方，一般会搭配着使用，这是前帆。那我在航海的时候呢，前帆就会跟着这个绞盘的系统把它打开，这样我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利用风，就有风动力去让前帆和主帆能够非常好的搭配使用，我就可以不用油了。你们不是一直想看，如果在海上遇到稍微一点风浪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吗？现在浪小了一点了，刚才浪可大了。你还是能看得到前面，看这个浪的高度。大概是在2米左右的样子吧。看这个浪比船还高，看那个浪来了，2米高的浪是什么样的？给大家看一下。呼呼，现在坐山车，一上一下，这种感觉，如果你有心脏病的朋友，不建议来，因为随时都在不停的飞起来。好了，我继续了。有人问我在航海当中最怕什么？其实一个人航海的时候是最怕落水的，这个是航海当中第一最可怕的事儿。还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啊？当然就是